好，国际消息还是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好，川普呢，他最近有要去了一个会议跟场合这就是国防部的高级军官会议。好，这华邮就说啊，川普当日就会出席这个海军陆战队基地报道说，总统跟国防部长是战争部长召集了全体高级的军官来开会，这情况很罕见那白宫还没有对川普出席的会议来发表评论。好，那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说有跟这个全球的美军将领说要召集他们一起来讲话嘛，但不知道讲什么话，那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川普现在有讲说，到时候的谈话想要告诉将领，我们爱你们，这就是团队精神。他说早就有人该这么做了。好，但是呢，这原本好像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这个想法但是目前川普本来没有要去的，但现在要去之后，大家就说是不是在抢赫格塞斯的风头呢 ？AP 就说了，这个味道有像是政治化的可能性，也说这个华邮说川普的出席打乱了赫格塞斯原有的安排，说也为这一个规模庞大、几乎前所未有的军事聚会增添了蛮多的安保压力。好，那这个会议呢，大家很多美国媒体就说了，他会在匡提科的陆战队大学登场，赫格塞斯也会发表演说。好，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防长召集全球将领开会，或是发表一个激励的演讲，也是备受关注，当然有一些争议。很多人说赫格塞斯根本是用这个会议来进行作秀。好，是不是川普不想让他一个人作秀，也要跟着去好，我们后续可以再观察。好，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美国军方其实为应对与中国的潜在冲突，已经部署了数千架无人机的计划。都是落后的。好，那这个落后呢，对比中国其实就差蛮多的，因为中国大陆这边先进武器呈现的是井喷式的亮相，也就是爆速度的亮相，也让全球相当关注所以美国国防部对此也展出了高度的警觉。美军的高层就说其实现在美国必须要加快我们的创新步伐，而且要保持军事的优势才行。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会出手来进行反制他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将亨腾顿还有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扁平地球管理公司以及全球维度公司3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那他看到了这个工业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军事造船公司，它被中国大陆制裁了。好，那在美中这2国重大战略的项目执行力上面现在看起来是出现了一些分野。好，中国洋溢着能把事情做成的积极心态，但是美国呢却出现了一些资金匮乏，又有点内耗。那两相对比之下这攻守之势真的是相当有差异。那我们要再看的是美国内战，现在似乎也是星星之火燎原吗？包含的是加州，再来就乔治亚州、俄勒冈州以及伊利诺州所以现在这个 ICE 的执法也升级到了美国的很多城市非常的紧张，甚至有目击者说他们是砸碎了车窗，强行的逮捕说非常的粗暴。那川普也说，这军队要进驻像是波特兰那是非常的守护 ICE 说不能被遭到恐攻那川普的说法是说，这个部署军队的理由是要保护联邦的移民执法当局的设施不会被国内的恐怖分子来攻击。好，但是俄勒冈州的州长则说，我们波特兰市的安全状况都很正常那像这个城市派军的行为根本是在滥用你总统的权力吧。好，所以像是田纳西州的州长比尔就说，包含现在移民跟通缉执法的人员，联邦当局都预计在本周要抵达的是曼菲斯，所以整个美国的内战是不是就开始了？那芝加哥市中心的移民镇压升级那全副武装的联邦探员在战术装备中巡逻，那甚至 ICE 的特工也残忍的镇压抗议者对伊利诺州的布罗德为由进行报复整个看起来美国根本就是乱糟糟的。好，我们刚开始先讲到的是这个川普要参加的是国防部的高级军官会议，原本他才说这个不知道有相关的内容，现在说要去了。我们先问亮哥。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2个内容啊，一个是全球的战略收缩，比如说据我了解，他要裁掉非洲司令部，要跟欧洲司令部合并啊。那将领据估计至少会裁员20%，所以这个还有那个包括未来升迁的准则，反 DEI 他也要当场做宣布。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组织整顿啊，包括未来的升迁，还有裁员的布达，然后美国因为2025国防战略快要出炉了嘛，那摆明就是要聚焦到西半球，所以全球的那个布局啊，他要做财政的要财政要缩编啦，就是要少花一点钱啦。所以高级将领我估计啦，现在美国传出来说4星上将要裁掉10%，哇，那其他的大概裁掉20%，蛮多的耶。这个就要省钱啦。那美国因为目前还在积极作用状态的美军基地，大概有350到400个，这个对川普来讲都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可能会联动到我们西太平洋的布局哦。因为这个就跟你刚刚讲的中国的军备井喷啊，那会导致美国认为在西太平洋大概要往后撤吧，啊，就是他的 F-22的这个飞机本来是放在冲绳啊，那现在可能要整个撤到关岛啊，就是第一岛链，我认为美军的资产的重装备大概都会往后撤啊，因为坦白说，你设在第一岛链，你也搞不过中国大陆了，啊！中国大陆我们讲造船业好了，美国的造船能够做军舰的只有4个造船码头，能够做航母的只有1个啊，这是美军目前的状态啊。那我后来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扩张？他说他那个厚的钢板的焊接啊。美国竟然找不到工人，就他有人工智能啊，各种高科技的员工啊，可是对于那种传统工业稍微重型的那种员工都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中国大陆能够同时施工的造船的码头可能会超过12个以上，航母就有2个码头，所以你这样怎么去跟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做竞争呢？好，我们接着问介大使。有关美国是不是现在正在引爆内战当中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哈。昨天川普在他的这个True Social 里面发了一篇文章啊，看得我触目惊心。内容除外，用语更可怕。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美国战争部长黑格塞斯的要求下所以呢，我已经他说不是，在美国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国土保护部长的要求下，我已经指示美国的战争部去做什么去提供所有必要的部队。他已经没有说是什么 National Guard 国民，他就是 troops，就是军队。然后呢，去保护什么？他说正被战争蹂躏的波特兰，他已经用 war ravaged， 这就 war， 他已经不是 riot，也不是什么disorder。波特兰是 Antifa 的总部。对，没错，他后面有提了。对，他说现在被战争蹂躏的波特兰，那去做什么呢？去这个保护这个现在 ICE 这个所有的设施不要受到 Antifa 我在讲是什么的一个 Antifa 的攻击以及占领。然后呢，除了 Antifa 还有 all and other domestic terrorists， 我翻译成就是说还有其他国内恐怖主义者。那已经有美国已经恐怖主义已经恐怖分子已经在美国国内了。然后它跟 Antifa 英文是同位语，也是 Antifa 也是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所以呢，现在已经有战争了。
然后最后呢，他还想了一句话，他说：“我同时也对这件事情授予全权，我给你全权，也就是说，你军队你要采取什么处置，我给你全部的授权。”哇，这个感觉好像就是已经有战争了，已经有国内的恐怖主义。Antifa 是什么呢？Antifa 中文翻译就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组织。它的定义是怎么样？它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一个反法西斯主义及反一切美国右派极端主义的一个社团的一个集合。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反法西斯主义这个极左的势力，现在已经被川普定义为什么？国内恐怖分子。那准备打仗吧。所以你说这一篇文章就反映出，在川普的心目里面，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内战了。好，接着问赖教授，美国海外驻军那么多，他要把所有的国内外的所有的一星准将，因为美国准将是一星嘛，那上将是4星中将就是3星了，你以此类推，要把这么多的军事指挥官全部都召集回来，800多人，劳师动众，所以是一件大事。因为你的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原本既有的行程，不管是演习，或者是拜访当地的驻在地的政要，或者是跟家里小孩的一个旅游或者是什么，你所有的全部都取消，全部都要回来。那大家都认为应该是有大事要发生。如果是没有大事的话，那这个有点太儿戏了。这就有点像，以前那个中国古代一个什么商纣王还是什么的让他的那个爱妻能够笑一下，褒姒，让他的褒姒笑一下，就把那个烽火就叫回来了把诸侯都找回来，类似这样子。那今天你劳师动众的把这么多的将领全部都找回来，如果只是按照川普所说的，要当面跟他们说我爱你，那你拍视频嘛，告诉大家嘛。就说我爱你，这样就好了嘛。你把大家找来，要当面的跟他说我爱你，你爱我，这就是我们美国精神。这太奇怪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赫格塞斯上来的时候，他说他要把这个上将4星上将要裁掉1/5，所以少将要裁掉这个1/10然后准将呢没有说。那你想想看，你要裁掉这么多的将领，往下一裁，上将一裁，中将就要裁，中将裁，少将裁，少将裁，那个准将裁，那就往下裁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裁军，一定会缩编，就是裁编缩编，这样一缩，那有多少人要滚蛋了？这个怎么安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件大事。另外，那你海外驻地要哪些地方要收掉，哪些地方要减少，哪些地方要降编，这个事情就会影响到美国对当地的影响力跟当地的，所以当地国有美军住在附近的，他们会开始去想美国可不可靠，这些其实都是重要的事。而对于赫格塞斯来讲，看起来他是赶快要推了，然后川普如果怕说赫格塞斯镇压不住，他自己要亲自去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不是一个小事。另外登月这个部分我觉得大陆基本上来讲是2030年要做到，现在2025了嘛，那太空衣也都设计出来了，登月船也都设计出来了，那现在美国急得不得了，要跟大陆拼登月，谁比他快。可是问题就在于登月的太空衣还没有出来，所以马斯克才会骂嘛，说你连太空衣都没影子，你还登月嘞。好，我们就觉得美国真的是在6代机登月这部分很有可能都输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关心黄仁勋最近说了什么，其实还是跟 AI 有关嘛。但是，他说的话都蛮有分量的。我们来看看，他说他最近听到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无法制造 AI 的晶片，但他认为这说法很离谱哦，因为这个还有另外一种是中国没有生产力。然后他又说中国没有生产力吗？其实中国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好，第三种说法呢，是他听到说中国落后美国好多年哦，他说落后了2-3年，但是黄仁勋讲大白话哦，他说拜托，中国只落后美国几奈秒而已。好，我是相信黄仁勋说的话，因为他蛮实在的，他不会说谎话。好，那当然，中国是一个强大、创新、饥饿、快速发展且监管较少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黄仁勋认为，现在美国的 AI 的科技领先中国，大概只有奈秒之差。那对中鹰派阻挡中国人赴美，其实他觉得这才是一点都不爱美国。好，他意有所指是谁呢？好，我自己猜猜，大概应该就是我们最近很红的川大爷。好，那当然呢，印媒现在也批中国大陆的这个 H1B 天价的签证费非常的短视哦。好，我们看到了印媒说这些东西哦，其实都是可以让人才进来的嘛。他说 K 签证为了那些寻求在欧美之外从事研究创新职业的印度人才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哦，所以这是如果不让这些人去的话，蛮短视的，而且可能还会加速中国的科技崛起。那今日印度则认为说，普普政府此举是对中国的战略馈赠，美国的短视举措再次加速了中国的技术崛起。好，那不止人才没了，是不是美国的经济也没了呢？美国的政府现在进行关门倒数吗？说是在进入到72小时的危机哦，因为国会无法在9月30号之前通过拨款或是临时延长案的话，从10月1号开始会正式的关闭部分的部门哦。好，那川普在29号也会跟国会的4大领袖在白宫进行会面哦，那当然就是要讨论到这个部分的议题。那美债现在也看到了最大的卖家现身了哦，说中国持减了257亿的美元，而且这持仓进一步下滑。那日本呢，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哦，持仓是1.15兆美元。那美国的这个美债呢，英国跟日本一样持续的增持哦。所以如果从2013年开始算起的话，中国持仓美债已经累计抛售了5000多亿美元，所以相当于抛售了40%持仓美债，这持减的力度相当的大。好，那除了美债之外，大家也关心比特币嘛？好，比特币在这一周呢是蒸发了将近13%哦，失守了11万美元。那全球有9万人爆仓币圈哦，真的是哀鸿遍野，就说蛮多人哦，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赔很多啦。好，那我们有看到美国跟欧洲之间哦，现在呢跟这个其他的国家有一些壁垒分明的状况。好，看到的是川普跟这个施凯尔 VS 哦，另外的国家像是俄罗斯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印度的莫迪，还有伊朗的裴泽斯基安哦。对，好，那这部分看起来这个是很有火药味哦。那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有教训英国的记者，来听听他怎么说的。From Sky News, I wonder if I could persuade you to answer a question in English, perhaps. First of all, we ar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Russian language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is the English language. So I'm very grateful to all of you for your respect for our right, our opportunity to use this language. 好，另外也看到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特哦，他则是说了，我们需要修复像印度还有巴西这样的国家哦，说这些美国应该做出一些正确的回应。好，那俄国的外长拉夫罗夫则有说，普京将在12月要访问印度哦，说这个还没有提到俄罗斯石油的贸易，而且坚称印度完全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那伊朗总统则是说，现在即使他们真的这么做，也不会出现天塌下来我们不得不屈服的情况，说他们会跟邻国还有金砖国家等合作，会跟国内的民众支持来度过相关的难关。好，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霸权，大家看起来有点岌岌可危，尤其跟中国大陆的 AI 科技的竞争。黄仁勋说了蛮诚实的话，我们问亮哥，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
鹰派或者反中派的长期的成见他就认为中国的技术都是从美国偷的啦，或者各种骇客啦，所以即便这个福建舰都已经弹射了这个歼35，他们也不相信反正这个跟台湾的那个1450青鸟差不多啦就他根本就不去看现实的状况比如说中国大陆的 AI， 事实上跟美国的距离真的非常近那他们就不相信，就是这样你要怎么办？那黄仁勋就说：“我是 NVIDIA 的老板，我讲话总要算数。”他这个专业的呢？他们还是不相信。昨天事实上黄仁勋讲话讲得很白他说美国有那个中国鹰派 China Hawks 说他们自以为是在帮美国啦。他说事实上这个是耻辱的徽章，他讲得很直接badge of shame 讲得很直接说他们是害了美国，并不是在帮美国。结果那个川普那个第一任的那个核心幕僚 Steve Bannon 公开出来跟他对呛，跟黄仁勋对呛，说黄仁勋这种人以后绝对不能够让他进白宫，就直接对呛。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问题很难解啦。就是美国长期都是科技领先嘛，军事领先嘛，他难以想象被追上，难以想象当然，中国大陆在 GPU 还是落后美国啦可是它有很多应用的场景真的是追上了所以为什么黄仁勋急着要去中国布局？因为他很快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 AI 的应用市场那黄仁勋现在只能够去投资 OpenAI 跟甲骨文一起合资可是这个都是在做 AI 的整个比较高的那个科技部分可是市场在哪里？你不能只有美国市场美国人口只有3亿5千万中国大陆14亿那我觉得 HEB 也是一样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要对印度的科技青年，你只要是学 STEM 的科技啦、科学啦、数学啦，那就要让你有特殊的签证，它叫 K 签证就是入境的次数、入境的天数都会给你宽待了那其实中国大陆目前的外资企业就雇佣了将近50万的外国人，所以这个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进来中国可能是在外资企业上班是好，我们接着问介大使。我讲一下那个拉夫罗夫在联合国的那个发言的这个立场他是完全正确的。你知道联合国跟这些很多的联合国这个相关的国际组织就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它事实上它都有配有同步口译，它除了官方语言，它还有工作语言。所以呢，你只要是工作语言的话，像阿拉伯它不是官方语，它就是工作语言，它都有这些译员，然后呢从事同步口译。你到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你只要耳机一戴，你要听中文你就按中文，你要听法文你就听，都有的。那这里面就是说有庞大的什么口译人员，联合国的口译人员是每年招考的，然后它各种语文都有。像俄罗斯这个语文的话，事实上它算是比较偏的一个语文，它并不是很大，很多人在用的。可是它因为它是工作语言，它也是官方语言，它也有这个俄罗斯的口译人员。所以呢，拉夫罗夫他很清楚，你这个语言你如果自己俄国人都不用的话，人家会检讨说我们还养那么多译员干嘛？这些翻译人员干嘛？然后如果你俄罗斯的外长在联合国讲话，你说我不要，我跳成英文。那这些在联合国工作的这些俄罗斯籍的翻译人员，就是说口译的当场口译人员，他们会抗议的。所以我觉得拉夫罗夫真的是专业，他不是随便。你说拉夫罗夫英语好不好？我跟你讲，我听过他的英文的用英语的演讲，跟他接受访问，我刚刚绝对比那个现在问他问题那个英国的记者的英文的程度还好，非常棒的流利，而且是什么？是非常有学问的英文，遣词用字比大部分英国人还好，
可是他这个时候他要用，所以这个就变成啊，其实外交就是要讲究立场，而且要知道利益之所在，在什么场合他该做什么事。那所以我觉得拉夫罗夫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啊，会在俄罗斯这人才济济的国家啊，在他的外交界啊独树一帜这么久啊，获得他的这个老板普丁的信任啊，确实啊是有他2把刷子，不过他也是从基层磨练出来的。所以外交官是非常不容易的，随时啊不能丢国家的脸。那就不会说我们现在我们外交部，我们台湾我们自己的外交部啊，过去是有非常优良的传统，可是现在呢，派去驻英国的副代表，结果查出来他学历是假的，这个，然后呢，前外交部长自己用的机要秘书，结果是共谍，你想想看。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要好好注意一下，要好好整顿一下了，不要再这样子啊烂下去了。好，我们接着问赖老师。黄仁勋的危机意识，我觉得是很好的哈，因为一直保持危机意识，就会一直注意到整个客观环境跟主观环境的变化，能够让自己的企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啊。那他现在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很多的政策对于他的公司或者对于美国的科技产业都已经呈现出这个负面的一个作用了。例如说，前面所讲的 H-1B 这个专业技术人才，你把这个签证费提高到10万美元，那你这样的话就阻止了很多的这些专业技术进入美国，不管是印度的排名第一，大陆的排名第2，还有其他地方的，它都阻止进去了以后，这个对于一个需要依靠全世界的这些科技人才，这些科技人才有很多是在他本国自己受训出来的，有很多是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就留下来工作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科技人才，结果你用这么高的签证费去阻止，你说你们必须要培养我们自己美国的这些科技人才。可是我们都知道，昨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说美国的小学到中学就12年教育的他们的数学跟他们的本国语文的能力已经几乎是崩溃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测试中，他们是属于末段班的学生。那你想想看，美国广大的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的数学跟他们的英文的能力都那么差的话，那他们进大学，然后你要出类拔萃，那人才数尤其是在于理工科这个部分数量就大量减少，再加上他们发现最顶尖的1%的美国的大学生中，70%是学法商，就30%是学理工。那等于是你理工科的学生在美国又少之又少了。可是美国的科技为什么能够维持强大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他们的高等院校，尤其是研究所的这些高等院校吸纳全世界最顶尖的理工人才进入美国，然后老师带着他们也帮老师把研究能力一直提升。结果现在当你断掉他的工作机会，也就是他的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签证费这么高的时候，美国的公司不太愿意聘，或是在美国新创的这些小公司大量沿用这些外籍技术人才，他们的成本要这么的高，他负担不起的情形下，他们这不是断了美国人的路吗？断了美国自己的硅谷的发展之路，也断了美国高等院校。因为当这些理工科的学生一发现在美国就业机会很少，很难，他干脆不去你这个国家留学了嘛。是，他可以到欧洲去，可以到英国，可以到法国，可以到德国，可以到瑞士。我们都知道瑞士也有很棒的，像苏黎世也有很棒的理工科啊。他为什么不去？他可以到北京，可以到清华去，他为什么一定要到美国去？所以黄仁勋焦虑紧张，那么担忧，他认为这些人都在害美国。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加入我们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还有郭正亮亮哥会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好，我们首先要带大家还是看到的就是花莲光复乡这边的状况哦。好，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产子超人都涌入哦，所以这几天一轮在网络上河道看到很多的图片、照片，都相当的感动，真的是很谢谢所有的产子超人。好，但是呢，其实不止产子超人哦，我们也看到了民间的团体，也就是慈济冲花莲救援哦，全日的助诊煮热食哦。其实有网友指出哦，不管台湾哪里发生灾情哦，慈济都是第一个组队前去救援的，所以他们惊呼说哦，慈济的救援超强。那网友也大赞说，慈济的组织动员真的相当厉害。好，一轮记得哦，过去在台南大地震的时候，也是第一线到了现场，那一次还是过年期间哦。我觉得很冷很冷，然后吃到了慈济煮的热腾腾的时候，真的是快感动到流下泪来。我当时在第一线采访哦，那何况是灾民或者是救灾的人呢？那种感动的状况一定是更强烈的。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捐款慈济反被骂，谁呢？是杨惠如被骂了。好，因为台风跟豪雨导致了中南部灾情严重，杨惠如自曝因为捐款给慈济被网友质疑哦，说慈济有钱干嘛捐款啊？杨惠如很生气哦，她说今年中南部灾情严重的时候，慈济都是到现场当地来救援，但是黑熊都在搞大罢免哦。她怒轰说：“我要从自己的口袋捐钱给谁？关你们啥事哦？”好，这个网友确实管太宽了，但是也看得出来，杨惠如现在开始跟侧翼或者是跟黑熊之间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和谐吼。好，那我们看到有人讲说，有捐总比没捐好，但是要慎选捐款的对象。他个人意见说，不要捐给红十字会、跟花莲县政府以及慈济啊，感觉哦，这个有一点颜色掺杂在里头哦。好，那我们看到过去哦，其实呢，这个慈济的这个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哦，他有接受过联合报的独家专访。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当时哦，我们要 BNT 疫苗捐赠 BNT 疫苗的过程哦，还有采购的部分哦，他有接受了联合报的专访。好，不过当时绿营侧翼哦是大举的进攻，而且全面的在反驳相关的质疑，甚至有媒体人还抹红慈济哦是中共自己人，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好，慈济哦在现场努力的帮忙大家哦，但是现在哦被政治也是纷扰，会被卷入在里头。好，那我们看到了就是民进党有派人到现场去救援，但是哦现在就有花莲老师哦叫做刘哲伟，他说我怎么没有看到国民党的人呢？他说国民党在花莲各乡镇也有基层组织，那国民党狼嘞？他问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很多网友就很不满啊，说救灾不分党派的吧，多数人进到灾区其实不会特别表明身份。好，那当然他说呼吁在这个时候不要再搞分化了。好，民进党你会知道是因为他大有了民进党的党旗，还有穿着民进党的这个衣服，你就会知道他是民进党的。国民党恐怕就是没有嘛，所以呢，大家就好奇说这个刘哲伟到底是谁哦？我们就发现说他在自由广场曾经写过社论哦。他写说戳破妈妈市长的心意是他写的，甚至他也在自由开讲的时候有写说首次大罢免这个不能只看结果，更要看过程。好，甚至在这个台派观点的一些这个社论呢，也讲过说行政院不要再圣母，让蓝白对撞，这全都出自他之手。好，大家就有没有觉得有点特别呢？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颜色在后头好，那当然我们看到国军很努力的也在花莲救灾。赖总统已经致电给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增派国军的兵力要投入灾后的复原工作。那目前已经陆续的投入是将近2500余员兵力支援。那预计在30号会由概略相同的兵力换班来进行投入。好，那希望能让光复乡的灾区在中秋节前完成清淤的工作。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网友二创影片蛮不买单的有人认为说这灾区或者是这些产值超人根本是自立自强。我们来看一下，英雄不一定有披风，手里只握一把铲子。小英前校长说得很对，英雄只需要一把铲子就可以自己清理淤泥了。你们要自立自强了。好了，快来一起拍照了。谢谢总统。好，来这边的国军兄弟都来和我 give me five。校长到底是来干嘛的？你懂吗？
国军这么辛苦，还要谢谢他。我们还是救灾吧。怎么说话的？校长怀着一颗把事情做好的心，却常常因为一句话被无谓扩大社会不应该。这样，校长需要的是拍手啊！大家一起给他拍手，好不好？好，用到二创影片来讽刺现在的这个时事政局那当然对于总统来说是不好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有一些这个产值超人在前线嘛，他是说如果要完成清淤工作，他们估计还要1个月所以有办法像赖总统说的，在中秋节前后就能完成吗？恐怕也要打个问号好，但是我们也要对比上这赖总统除了关心花莲之外，他也关心自己的民进党。好，看到民进党创党39周年就是在928这一天。好，那他说了这个发了信勉励党员的清廉他说好像是这个清廉的部分真的是很必须，但是这个很多人把它也做了一些诠释说这个清廉是不是民进党有共谍是真的，太阳能光电利益有多惊人。好，那这个民进党的勤政是不是灾民疑似未获得撤离通知，检调要查花莲县政府。好，那爱乡土则是花莲88枪不是个案，高雄大树光电板都吃掉了山林。好，清廉勤政爱乡土就是民进党的这个一段话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好，那当然现在大家也在说嘛，当时花莲的大马村其实是全村撤离有保命那这个保命主要关键就在村长王子安他及时的撤离，所以整个全村的这个部分都有保住一命。那网友就翻出说他除了当选多届的村长，过去的政见也曾经说过，如果遇到台风或者是土石流，要主动的查报反映公所指挥中心，要尽快的抢修，而且引导村民撤村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堰塞湖溢流之后他们全村也全都撤离了，所以大赞他真的是公会搞做会搞。好，那很多人就说了，看到这个 News Talk 的这个标题写着村长比县长更有用吗？问号，大马村自救全撤离，花莲县府成最大局外人。好，很多人就说那你为什么标题不是写说村长比总统更有用，村长比部长更有用呢？这个感觉就是有在操作嘛。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亮哥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刚问到慈济是灾民的后盾，但是现在也要这个捐款给慈济，杨慧如反被骂了。不了，这个捐款我们也看到卫福部跟地方也分成2个单位其实这次救灾我的感觉啦，就是好像缺乏一个了解全部状况的一个指挥、调度还有管理的单位啦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志工自愿把3天连假，然后到现场，听说有好几万人是可是人家的热心好心不一定能够真的发挥作用。因为我了解的状况，有很多志工事实上到了花莲火车站还要等车到光复乡那到了光复乡，那很多就在那边闲置了，不知道要去哪边可以帮上忙那这里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核心的单位啦，通常那个核心的单位就是军队嘛，就国军嘛，你就要开始轮调嘛，然后维持国军在这里的基本人力嘛我用921做例子啦，我们也不要举外国的例子南投大地震那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灾民全部都移到外面，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有组合屋吗？我觉得李登辉真的是做了很多决断，蛮重要的。他到现场，参谋总长都带到现场当地的司令带到现场内政部带到现场然后他还换了很多现金，让灾民可以立刻领到现金那我简单讲，就是说救灾它要有一个秩序、一个逻辑啦。比如说921，他把灾民往外挪，里面就空了嘛那国军在这里面就维持一定的人力然后就不断的轮调，然后开始第一个是把灾民救出来嘛那第二个就开始清现场清现场有很多事要做可能有很多泥土要清还
还有卫生啊，很多啦啊。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以光复乡做例子啊，到底到什么程度叫做救灾完毕？你告诉我。比如说你可能现在进去，那就一个区一个区在清嘛，那这个区清完了，难道可以住人吗？水电不稳定，水可以喝吗？不知道啊，哦，那也没有一个全的单位，比如说一个飞机在上面，一直鸟瞰全境啊，知道哪里还没救，哪里救了几天，那你就要做人力的配置，我们这一次甚至还看到，因为那个路很小嘛，救灾车、人力各种都进来，就还有人吃不到热食的啊，没有水啊，那到最后变成吃自己带的面包啦、营养饼干啦啊，那这里都可以看出那个指挥调度上的不顺利啦啊，就说你让这么多热心好心的人到现场，那你至少要弄出一个救灾的秩序跟逻辑出来嘛，让他们知道，就到这里，这里叫做，这个阶段结束了，我们再往前啊。我感觉我看不到现场有这样的单位，不管是中央地方都没有啊。那比如说赖清德总统说中秋节之前要顺利清淤，这是什么意思啊？中秋节是10月6号，那你有算过人力吗？他说还要再派2500人进去，那这几天这3天到现场的志工是超过4万人你2500人是怎么算的？我就看不出这样的一个逻辑了。好，我们接着问介大使。其实作为一个领导指挥最重要就是要下指令。你现在有3、4万这些产值大军去你这个主管其实你要有一句话，也就是说你要感谢他们，把他们纳入这个整体的协调的一个单位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还是你希望他们不要来，来了你说反而没有帮，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决策。可是呢，领导人就是要动嘴，说穿了，看你的指令下的正不正确。那你看今天赖清德有没有说他知道产值大军的问题？产值大军去那么多人，那么他们跟军方要用什么合作的态度？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政策。你说我们要让产值大军跟我们的军方的这个整个的救援大队，还有官方的救援大队大家充分发挥互补的作用，这个就是一个指令啊。因为我今天在执行的时候，我是军方的，我指挥官好了，我不晓得我要怎么跟这些大家一起来援助的一起合作。那另外一双，我们的 NGO 团体，不管慈济好，佛光山也好，那我们怎么样来一起合作？这是要合作呢，还是说这个灾区太小我们军方就够了？你要讲一句话。那通常其实这种情况在灾难的场地是非常常见的。现在连国际的灾难场地全世界的 NGO 救难团体成千上万都会去。联合国怎么样？联合国就立刻成立一个组织，叫救灾协调指挥中心。他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协调，跟慈济的人，跟这个佛光山，跟我们台湾这些大的救援团体要一起来协调，把他的组织能合在一起。那今天很多我们这些产值大军去了，比如说他要去现地，如果说你是要说大家一起来合作的话，那你有公权力，你有比较多资源的，你就派专车军车去运送对不对？然后给予他们食物包，然后让他们有暖食，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指挥官有没有那一个救灾的概念？而且呢，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是要下达正确的指令，下面人就知道如何去执行。如果不是很正确的指令，你也不晓得如何去执行的话，下面人就各分其事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台湾一个在面临一个灾难的时候那么一个尤其是主管单位现在我们的总统看起来是最高指挥官嘛，他都到现场了对不对？然后那个3人1小组什么这种都出来了，那你对这些东西你就要周延，你自己不知道，你身边要有几个有经验的、有能力的人帮你做这种决策，你要给出政策的决策。
不是让你在这边搞政治斗争啊。那政治斗争的人，你也应该一句话说：现在政党停战，任何政党不要在这件事情再有这种推责或者相互攻击的情况，这是你应该要讲的，他都不讲。我不晓得要他干嘛。我个人感觉是，如果救灾视同作战的话，哇，那如果真的作战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那多可怕赖老师，我救灾过我有带我的部属我的同仁我们大部队的出去救灾我们都知道救灾最主要的就是你现场勘察、思考、判断，然后你的这些废弃物要放在哪里，人力、物资、装备要怎么去做。最主要的就是事权如何统一，如何集中。所以一般来讲，总统在到现地去看之前，那他的幕僚就应该要把整个地区的这个空照的、鸟干的都要给他，然后要提出各种建议了。然后总统去看了以后，看完了，然后就下令要怎么样去开设这个救灾指挥中心，那么怎么样去复原中心，要怎么样把这些废弃物。然后那些泥土要怎么去疏导，要放在哪里？因为你要挖，然后呢要运到哪里去？你的人力、物资、装备要怎么配备？然后你的政府部门的军队、消防，还有地方政府，还有可动员的人力，那是属于公部门的。那这些人是比较有组织、比较有纪律。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哪些位置上？热心的群众们进来的时候，络绎不绝的他的交通路线安排，然后你要怎么去宣导，要怎么跟他们说，救灾的当地没有办法提供你水、食物设备没有办法，那可能如果你愿意来帮忙的，你要自备然后你的最好是着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那你的工作时间你到哪里去报道，皆由报道的指挥中心他们调配，把多少人他会评估年轻力壮的多少人放到哪一个位置，放到哪一个乡、哪一个村、哪一个部落、哪一个街道，这个通常都是要一个指挥中心，他要收集资料来做，甚至你马上要建立起网络，然后来报道的来有疏导。那么人员进来的时候，要怎么去把他的动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帮忙，我们反而造成当地的负担，这个都有可能事情。但是我们怎么说？愿意去帮忙的，我们都要心存感谢，都要肯定。我个人认为，杨慧如愿意捐款就应该要肯定，而不是在那边讲风凉话、讲指责、批评。说，我觉得如果在现在这个情况还会有讲这个说三道四的，都是不健康的，也都是人格、人品低落的人。做一个老师我觉得刚好昨天是教师节嘛，做一个老师就应该要有老师的一个风范各位想想。花莲在救灾，你今天要国民党的所有的党员，跟国民党有关的人，或是自认为他是蓝营的人，都要披上这个蓝营的这个那个背心，然后去告诉你说我是国民党来了，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他这样穿，你会不会又说他来作秀？如果不穿，你说国民党的去哪里？你认识每个国民党的党员吗？不可能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我都觉得做一个老师的，张善政在现场，对吗？做一个老师的就这样子可以胡说八道，这个是有失道尊严啦。那当一个老师失道尊严了以后，还够不够格？还该不该自己称为老师？自己好好想想。如果连这一点都没办法想，那就更糟糕了。对，回复刚刚亮哥对张善政有趣，但是呢，网络上也有骂他的声音。就说他又去摆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他没有像沈博阳。